何悬念。天记住我如愿，剑下善恶离线，鬼魅魑魅魍魉，看我斩妖除魔，心中有真火，从来没怕过。我一剑平世间，邪恶落山一边，敢出手时就别怪我锋芒毕现。我一剑平世间，正义从来不缺，无来无知看谁敢作乱这人间。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我一招又一式就劈开这混沌。来者是何人？在这浪几分？就容我替天行道，邪不胜正。魅魑魅魍魉，看我斩妖除魔，心中有真火，从来没怕过。我一剑平世间，邪恶落山一边，敢出手时就别怪我锋芒毕现。我一剑平世间，正义从来不缺，无来无知看谁敢作乱这人间。敢出手时就别怪我锋芒毕现。无来无知看谁敢作乱这人间。他是你哥哥，周杰。哥，他是谁？华成风，你妹妹。我妹妹死了。她回来了。你们互相了解一下。你知道我妹妹是怎么死的吗？2个枪手在简边人来人往的街头，骑着摩托车，一个左一个右，朝车里开枪，车子被打成蜜蜂窝。我爸不在车内。枪手是对准我和我妹妹来。我在医院醒来后，已经是1个月的事。我再也没看到我妹妹。我妹妹的死让我知道，这世界没有人可以保护你。你要生存，就要靠自己。大白天喝酒，肯定有心事。
Cheers。Anyway， 很高兴跟你萍水相逢，我叫周慧。怎么了？周慧是我妹妹的名字。我就是你妹妹。哥哥，哥哥救我！哥哥救我！哥哥！周姐，你从医院偷跑出来？不是 ，X 光照的没问题，我就叫医生让我出院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？猜的。你是知道有人要对付我吗？刚才要是你迟出现一步，我已经被对方控制了。你不会那么不堪一击。我已经离开那个世界很久了，而遗忘是人类的本能。生存的本能是不会遗忘的。是谁来对付我？你还想瞒我到什么时候？单帅、单军兄弟。单丽雅的兄弟想为妹妹报仇吗？是他们去杀了我妹妹。为妹妹报仇只是借口，争地盘、争利益才是目的。即便这些年来变化很大，到处都在发展，干爹那边的生意让很多人眼红。所以你的伤也是他们干的？他们这次请来了一个高手，黑法巫师的传人。阿琳塔。这一切都在你预料之中吧？应该说，这在干爹意料之中。单帅、单军兄弟和阿令塔的一举一动，干爹都了如指掌。他知道他们在查你的下落，也知道阿令塔要对付你，所以你才会及时出现。干爹一直都很关心你。你跟了他10年，却一点也不了解他。他谁都不会关心，即使是他的子女。你不觉得太偏激吗？我妹妹死后，我以为他会展开报复，但他没有。女儿的死，他好像一点感觉也没有。而且，他还跟杀他女儿的凶手，也就是单帅兄弟的父亲上钩，称兄道弟。但是他最终还是帮你妹妹报了仇。那是13年后的事了，而且是上钩死后，单帅兄弟不买他的账，他就要给他颜色瞧瞧。在他眼里，只有利益，而在利益面前，亲情根本不值一提。迟来的复仇，还是复仇。他要复仇的对象，应该是上钩。单帅、单金兄弟不是单丽雅。单丽雅从小就被送出国读书，在国外长大。他对父亲、兄弟所干的事一无所知。干爹让你去杀他，可是你却下不了手。
因为他很善良。他的善良让我看到自己的邪恶。所以你选择离开。去看谁敢作乱这人间。阿丽塔先生，周先生想请您当他的顾问，这是顾问费，200万美元。阿丽塔先生，请看看。阿丽塔先生，请您再过目。阿琳塔，我不是要收买你，我这双手的手筋是被我师傅挑断了，现在要抹点芥末，倒点酱油，都费劲得很。但是要弄死你，还是很容易的，而且会比磨这个芥末要容易得多。我师父死在我的手上，你师父死在我的手上，你也会死在我的手上。别紧张，我如果是想要你的命，你就不会坐在这里了。今天生鱼片不错，来一片。你有生鱼片，又有钱，你的人生还缺什么呢？对了。缺女人。漂亮的女人。喂，她怎么样？他的事就交给你了。我现在在跟阿琳塔吃饭，那两兄弟不用你动手了。进来， boss 娜娜坐。 boss， 你头痛哎？哦，麦格要辞职了啊？他递了辞职信，做到这个月底。怪不得你会头痛啊！您老实告诉我，在我这里工作是不是看不到前景？我没有想这么多。你有想过要离开吗？没有啊。你不觉得天天在这里煮水波蛋、做omelette没前景和委屈吗？委屈？没有啊，为什么会委屈？你怎么说都是念了3、4年的烹饪专科。我真的没有想这些 ，boss。You boss， 你就不能叫我周姐吗？如果后面加个伦，那应该可以。那你还是叫我 boss 好了。boss， 你不用担心了，我不会走的。你就不想人往高处吗？想，当然想。谁不想要成就，赚多一点钱？我跟钱
又没有仇，你好像有点矛盾。会吗？你说不觉得在这里天天煮水波蛋、做omelette很委屈、没前景？可是又想多赚点钱，想要有成就。我阿公说，做人不可以太贪心，还没有学会走就要跑。煮水波蛋、做omelette虽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，尤其是现在有机器代劳，但是也要专注，还有责任感，尤其是不能让食材有一丁点的污染。我觉得我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。你努力的方向需要改一下。啊？我需要有人代替 Michael。你的意思是你要我代替他？嗯哼，不行的，不行的 ，boss， 我真的不行。就是你啦。下个月起你就是经理，但是我只可以给你加薪500块。boss， 不过我答应你，一旦公司的盈利增长，我马上给你调薪。不是钱的问题。那就合作愉快。田娜娜，你就对自己那么没信心吗？谁说的？我信心爆棚好吗那就接受我的挑战了。 ，boss？你这激将法太老套了，没用的。不过我接受，不是因为我信心爆棚，也不是因为我接受你的挑战，而是因为我不想要看到你头痛。周杰，你这个垃圾，垃圾，你这个垃圾！田娜娜，你也是垃圾，垃圾啊！你今天能够成为经理，只是因为你是女生，你才可以当经理啊！垃圾，垃圾 ，rubbish！ 你干嘛？听不出我在骂人没？谁惹你？除了你还有谁？哦，对了，还有周杰那个乌龟王八蛋。人家说新官上任3把火，怎么还没有当上经理就要修我你的官威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刚经过 office 看你们两个鬼鬼祟祟，我就看你们在做什么咯。你们讲的话我全部都听到了哦。哼，哎，我的剑呢？阿慧，你不看到我的剑啊？什么剑啊？我又不是 information 考的，东西不见就来问我。你刚才进来的时候没有看到我的剑吗？剑我是没有看到啦，这个公司的贱人就很多啦。哎，刚刚我看到清洁嫂来过，可能她把它当垃圾收走了吧？谢谢你啊。JJ，林嫂，等一下，林嫂，我问你啊，你在休息室打扫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一把玩具剑？没有啊，不可能，我找找啊。哎，你干什么了？不要作乱了啦！林嫂，你不要这样，我给你钱。因为你的钱很大，我收的很辛苦的，给你这样子乱翻。哎呀，我给你50块，50你的头啦，够了，不要再反拿。100就100。说什么我是见血之人，注定要当什么待见女孩，还说什么我想要甩都甩不掉你，结果呢，说走就走，连一声拜拜都没有跟我说啊！再怎么说，这几个月我们都一起对付了很多妖魔鬼怪。哎，菊菊，喂，菊菊，你出来，你出来！出来了，不要摇了！你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啊？你不觉得我哪里不一样吗？没有啊。哇，哎，什么味道那么臭啊？还不是因为你。
躲。你刚才为什么要躲起来？我躲什么？我干嘛要躲？我跟你说，这些完全不关我的事。你不信啊？你看，哪里有一个正常的人每天拿这个丑不拉几的剑啊，走来走去拍视频，你就以为你是网红啊？神经啊！原来是杰森把剑放回去。哎，三姑，你劝一下六伯了。六伯怎么了？他不敢回家，为什么？来，你跟他说。什么事啊，六婆？哎呀，你真多事，不用你管啦。你不说，我说。娜娜，他已经睡在楼下好几天了。啊？六婆，我还以为你只是下来坐坐，这里怎么睡？这里凉凉的，很好睡啊。你以为这边是 hotel 啊？走啦，好管闲事。好，我走，我现在就回家去。好管闲事。哎，六婆，你不要胡思乱想了。我没有胡思乱想，你没有看新闻啊？新闻说有老人死在屋子里，没有人知道啊，不止一个，有很多个啊。有些啊，尸体啊腐烂了，变成一堆白骨啊。可是你还是很健康啊，干嘛担心这些？我最近常常梦见死去的亲友，我看我的日子也不远了。如果你担心的话，我可以每天去看你。你很空闲啊？我就算没有空，我可以叫小玲去看你呀，还有阿公、安妮达、珍妮，他们都可以啊。我不喜欢麻烦人家。乖乖，回去啦，放心，我没事的。什么事啊？请你吃饭，烧鸭半只。你爸呢？哪里知道，一天不见人影啊，肯定是又去赌到不知白天黑夜。他不是说要戒毒？哎呀，那是在我妈做祭的时候说的，没到2天他就忘了。也因为他不见人影，我才有独当一面的机会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早上呢去帮人家安祖先牌位，下午去念经超度。孙小玲，各位，你会不会乱超度、乱念经啊？我没有，我是认真的。我老爸说过，当道士呢是跟神鬼打交道，帮人家消灾解厄，一点都马虎不得，不然呢害人害己。你老爸说的对，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要认真。感情也一样。啊？我是说，感情也要认真负责，你说呢？那当然啦，我最讨厌那些玩弄感情的渣男了。我也是讨厌那种啊，眼睛长在额头上啊，一副嫌弃人啊，瞧不起你，嫌你没车、没房、没钱的女人。怎么？你被嫌弃啊？那就要看你啊。为什么要看我啊？你会看不起我吗？会。会才怪呀！我只会嫌弃那些没有志气的男人。我有志气，我知道呢，将来要干什么了。我要帮人家看风水、看八字，帮人改名改运。那有钱人来找我呢，我算他多一点；一般人呢，我就算他少一点。那是 special 的人呢，就免费。
那我算 special 吗？你比 special 还要 special 呢。那我就要先谢谢你啦，孙钟威。我还是比较喜欢你叫我Honey。哈你的头啊！哦，你听到啊？那当然啦，我现在耳朵啊灵敏得很。你再给我嘴巴不干净，我就……我不敢了，我不。要吃饭，先帮我洗锅，还有收拾一下哈。哦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楼下。六婆，吃晚餐了。不用啦，我吃几块饼干就可以了。你是不是嫌我煮的晚餐不好吃？不是，我不喜欢麻烦人家的。什么麻烦啊？我小的时候，阿公常把我寄放在你家，你有嫌我麻烦吗？你有哪一次不是把我喂得饱饱的才让我回家？不一样的。哪里不一样？你是小孩子，我现在是老太婆。老人给人家添麻烦是会被嫌弃的，我都没有给他们添麻烦，还不是照样被嫌弃？你想太多啦！来，吃晚餐。娜娜，你还记得小美吗？我的孙女。小时候，她总是阿嬷前阿嬷后，嘴巴甜得很。她现在应该是跟你一样大了，可是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她。六婆，你别伤心了。我没有伤心，我只是想在临走之前见见他们。你还很健康，你有机会见到他们的。一定会，一定会的。哎，阿婆，跟你打听一个人啊，阿春啊，大嘴春啊，你认识吗？哎，我跟你讲话，哑巴，你认识吗？阿婆的耳朵不好，再跟我讲话，我还全世界都变成哑巴，都变成瞎子了嘞。六婆，你慢慢吃哈，不要哭了哈。走。不要！大哥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哪里来？我混好杠的啦。你是怎么来的？怎么来？我开摩托来的。又一个什么？又一个不知道自己已经……大哥，你刚刚说你要找的人是阿春，大嘴春，那个混大丞相的。你今年几岁啊？你问我这个干嘛？我看你应该有40了吧？什么40啊？我才32。Sorry， 那大嘴春呢？他应该有40吧？你为什么要找他？算账喽！
他督促我啊，还不认账啊，唧唧歪歪的，结果跟他打了起来啊。他趁我不注意，从后面推我一把，我就掉进水沟里面了。所以你是想要报仇？对啊，你找他找多久啦？我从水沟爬起来就找他了，可是奇怪又找不到那间咖啡店，你知道吗？那个2个树旁边的咖啡店啊，然后前面就是那个水沟咯。然后我跌下去的时候，我还记得电视机好像播放这音乐，雾气在南方，雾落在这首歌，我好像听我阿公唱过。可是我就是找不到那间咖啡店，我问人，个个都像哑巴，像瞎子，没有人理我。因为他们都看不见你，听不到你说话。哪里可能看不见我？我都不是鬼。你就是鬼。你诅咒我啊！你讲我是鬼啊！你已经死了，你就是鬼。你才死啊！要不是你是女人啊，我早就一巴掌给你扒过去。嘿，停！喂，停！哎，苏小玲！哎，那救救我！救我！苏小玲！喂，停！嘿，我痛啊！大哥，你看到那道光吗？你跟着那道光走吧。跟着走就能够找到大嘴村了。不要再找了，把这些恩怨放下吧。放下个屁！我黑龙在江湖上啊，谁不知道我有仇必报啊？大嘴村啊，就算躲到天涯海角啊，我一定会把他找出来的。哎，大哥，你不要走远了，我会帮你找到他的。就是。就跟你说，出门的时候带我出去，你就是不听。你现在开了天眼，就代表他们也能看见你，伤害你。他不是恶鬼，他是的鬼。总之，他们都留在人间，就是对人间有危害。如果石英低的人碰到他们，就倒霉了。他会想要都留在人间，是有原因的。我们应该给他多一次机会。机会？我说，对这些孤魂野鬼，手起剑落就对了，根本不用心软。要不然，他们就会像那欧巴男妖一样，负能量越来越重，到时候就很难对付了。喂，我有我自己的主见。不止抽烟。娜娜，你干嘛走得那么快啊？是你走得慢吧？你还是把这把剑扔了吧？我觉得它有点邪门了。刚才我好像被什么力量控制住，一直从你家到楼下都身不由己啊！明明就是你自己下来的，还想要怪我的剑？啊，好了，我们一起回家吃饭吧。啊，饭菜都凉了。我屁股很痛。为什么你没有穿鞋？都跟你说是那把剑啦。这几样菜啊，都是我孙女亲手下厨煮的。啊，这个就是我又可爱又漂亮，最重要是又孝顺的孙女。啊，这个是我的邻居的儿子，叫孙小玲，当然是个男的啦。那他名字为什么那么女人呢？那叫我他老爸啦。娜娜，田伯在做什么？在直播啊。啊？我刚才裤子还没有穿好嘞。说我的形象啊！拜托啦，你还需要什么形象？就让他拍吧，反正也没有几个人看。风水这东西啊，不可以完全相信的，参考就好。说孙小玲啊，不叫孙小玲，一样长得高头大马。你看，我阿公在帮你说话了。阿公，够了啦，吃饭。哦，我孙女叫我吃饭了，就这样了，拜拜。田伯，你真的很厉害，还会直播哦。哎，我这叫活到老学到老，与时俱进。我和我的粉丝说了，如果上网看我的人超过1000，我唱歌给他们听。田伯，你吹得太厉害了吧？1000呢？哪里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刚才在线的观众都破800啦！你看错了吧？是8个。我就知道，你看还有 screenshot 做证明，825啊！真的很暗。哦。阿公，
我之前听过你唱一首勿起勿落的一首歌。啊，人世间曾有多少悲和对，阿公，等一下，这首歌呢，是不是以前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？是啊，雾锁南洋啊，以前的电视剧啊。多久以前？40多年了。40年了？哎。哦，阿公，在这里以前附近啊，是不是有2棵大树，然后旁边有一座咖啡店？就在136啊，现在变成2座主屋喽。哦，那你认识一个叫阿春大嘴村的人吗？大嘴村啊？啊，我不认识。哎，金少，你认识一个叫阿春大嘴村的人吗？没听过。哦。哎，刘连伯，早。哎，刘连吃豆花吗？吃饱了。骗人！你是想要等我不在的时候才吃吧？所以我的阿公才可以给你加糖加。是啦，我现在很少吃甜的，喝咖啡也叫羞歹了。哎呦，那就再接再厉，以后就点锅松。哦，来，豆花锅松。多少钱啊？哎，不用，我请你。以为我没有钱啊 ？OK， 10块，来。你不会去打抢？哼！哎，真正的地头蛇你不问。对哦，刘连波，哎，我问你啊，你认识一个叫阿春大嘴村的人吗？你问这个人干什么啊？有人在找他。谁？一个叫黑龙的人。你怎么了？哦，没事。刘连博，哎，娜娜，你要吃榴莲啦？再等一等，榴莲车就到了。我不是来吃榴莲的，我是想要问你，你应该知道谁是阿春大嘴村吧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骗你什么啊？你说黑龙在找大水村？对呀，你为什么说我骗你？黑龙早就死了。所以你知道谁是大嘴村？我？啊？我就是大嘴村。刘云博啊，等一下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都不要怕 ，OK？ 你放心啦，我活到这把年纪，啊，还怕什么？哎，黑龙大哥，黑龙大哥，他来了。小妹啊，你帮我找到大嘴村了吗？找到了。人呢？就在我旁边啊。你骗我啊！你随便找一个老头子来说是大嘴村，他就是你要找的人，阿春大嘴村。你当我黑龙是笨蛋？我没有当你是笨蛋，你只是不知道时间已经过去40年了。开什么玩笑？40年？当年40岁的阿春，如今已经80岁的老人啦。我才刚刚从水沟里面爬出来嘞，这么快就过了40年？臭屁龙！我不是有意的。大嘴村，他真的是大嘴村，只有大嘴村会叫我臭屁龙了。臭屁龙，我也没有想到，就算我那一下就把你推进那个水沟里，我更没有想到，就这样你就交了登记了。第2天警察来找我的时候，我才知道你已经死了。我也坐过3年的牢。可是，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。臭屁龙，我真的无意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是真的死了。那大嘴村，他看得见我，听得见我说话吗？那你就帮我跟他说一声，不要哭啦。一把年纪，哭哭啼啼了，很丢脸呢。刘仁波，黑龙大哥叫你不要哭啦。
我知道你死不瞑目，你就带我走吧。我带你走做什么？我找你，只是要你跟我讲 sorry 而已。他只是要你跟他讲 sorry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臭屁狼。过去就让它过去吧，没事了。他说已经过去了，他原谅你啦。那黑龙大哥，你放下了吗？你看，你跟着那道光走吧。走去哪里？我也不知道，一切自有安排。知道了，反正出来混，总有一天会还的嘛。他叫武田，打给他。他是陆军少佐，在战争时杀了不少人。你听过大减政吗？知道，我听我阿公说过，他2个叔叔在大井镇的时候被日军抓走了，之后就没有再回来了。そうですね。这武田在大减政中杀了不少无辜百姓。他在日本宣布投降时自杀醒了。恶人变恶鬼。嗨，他不只是恶鬼，他还是狡猾鬼、阴险鬼、讨厌鬼、油炸鬼。油炸鬼？没错，他见鬼吃鬼，就像吃油炸鬼。记得，勾力哥在时，有碰到他很多次，却让他溜掉。他现在的功力应该增加不少。他出现，我也感觉不到他。你还没说，我这形象多，有没有革命英雄的样子？他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啊？他没吃掉一只鬼，功力增加几分；他没吸阳气，功力增加もっともっと。你是说，他不只是杀鬼，他还杀人？嗨，时运低的人，也是他下手的目标。太可恶了！我不可以让他继续危害人间，我一定要想办法除掉他。すごい！勇气可嘉。でもさ，你除得了吗？啊？打给他这恶鬼，连勾力哥都制服不了。以你现在的功力，就只有勾力哥的2成。我看是你被他除掉。那怎么增强功力？你问对人了，我早就准备好了，就靠这本武林秘籍。你当我是白痴啊？什么年代了，还如来神掌？嘿嘿，看起来你还不八嘎。真正的武林秘籍在这里。咏春、跆拳道、中国武术、西洋武术、柔道、太极、马来拳法、静坐、郭林气功。干什么？怎么面无人色？你要我学到何年何月何日啊？学无止境，学海无涯，学习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有心不怕学，还有第2页、第3页、第4页、第5页、第6页、第7页。从来没怕过，我一剑平世间，邪恶落下你。